那个电影里面的时候，把这个强调那个大有什么样子的路线，每一年都那么的受欢迎？我告诉你啊，这条路线是美西国家公园，我们的5大国家公园之旅。那我们带过来，你们看这边都是1层楼，最多2层楼的房子哦。这边我们都叫做富人区啊。你看那个房子不怎样，但是这个地方的地名啊，每个人一听科罗拉多岛，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是非常好的地方这边呢停车，你看看也都很方便。像我们住在台湾，因为很小，对不对？停车很伤脑筋的各位，中间那个安全岛，你看这个树，这个树才叫做圣诞树，猜下我，这什么意思呢？底盘特别大，看到没有？我常常形容阿斗啊就叫圣诞树，你知道吗？为什么？底盘特别大，躲猫猫躲在它后面，你看不见它，看不到你，因为我们华人都很瘦前胸贴后背，你看到没有？不，应该讲就我们华人称旧金山叫San Francisco叫旧金山，因为是有典故的。什么典故？因为我们在1849年旧金山发现了金。广东沿海一带的先民就出来了，可是10年的光景没有了，那不是金矿，大家不要弄错了，是金沙，在哪里？在优胜美地底下的河叫做 Massey River， 在那边洗金沙，到时候我们到那边我会给你们介绍。那这时候澳大利亚，我们台湾叫澳洲的墨尔本附近发现了新的金矿，那叫新金山。San Francisco 就叫了古金刷，这样子来玩。那很多的老侨为了要讨生活，因为旧金山非常的小，所以带着他的东西就来到了洛杉矶，来到了圣地亚哥，这是其中一个。卖什么呢？得蜜得茶叶，茶叶。所以你看这家讲，它广东发音金山，看到没有？卖的是什么？茶叶和一些香料，好吧？圣地亚哥，这不是西班牙，但为何它叫圣地亚哥呢？很简单啊，你看看啊，它这里呢拥有了像圣地亚哥的场景吗？没有错，因为呢这里以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其实你在全世界各地在走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这个国家拥有着跟欧洲，比如像美国的东岸有很多的地名是跟英国有关。为什么？因为以前英国人来这边殖民嘛那有时候呢，你会在美国的西岸，你会看到很多跟西班牙的地名有关，因为以前是西班牙来这边嘛，他的后代。那 California 我们来到了 San Diego， 西班牙语是西班牙语对这个圣雅各这个圣人的称呼所以在南美洲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叫做圣地亚哥，而在加州也一样有着圣地亚哥西班牙的地名。San Diego 古城它其实接近了南部的墨西哥，这里它的气候非常非常的棒其实加州的气候比台湾好很多仙人掌你看看，还有那个龙舌兰草等等，这里是整个把圣地亚哥城市呢搬到这边来，带有非常强烈的墨西哥文化。
墨西哥当然讲的是西语嘛，也是西班牙殖民留下来的遗产之一语言呢。所以来到圣地亚哥，你可以在加州啊，这里是加州的圣地亚哥，所以你就很特别了哦。在加州有一个西班牙的名称叫圣地亚哥 （San Diego）， 而这个圣地亚哥呢是西班牙名称，但是却是墨西哥人的后代。为什么是墨西哥裔的在这边居住？因为这里靠近了墨西哥，而墨西哥又被西班牙统治。哎呀，安内了解不哦？看起来好像血缘有点乱，一点都不乱啊。所以这里带有强烈的西班牙的宗教特色，也就是天主教。天气差很多哈，地形是很大的因素，海洋的差别、气流的差别，最重要的是所在地。所以圣地亚哥的夏天其实并不会比台湾来的闷热，因为是干燥啊。所以来到圣地亚哥，你会感受到干燥的冷。那加州本身有太平洋的调节，所以夏天呢不至于太热。沿着海岸线有一群相当高的山挡住了水汽，所以加州的农业完全是靠水来灌溉的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耶稣的诞生啊，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来到这边呢，是接近了圣诞节。你看到的是圣诞节，耶稣诞生在马槽马厩啊所诞生的啊。那你可以看得到他在这一趟我们来到圣地亚哥拍摄了，还有包括万灵节等等呢，这一些带有墨西哥特色的地方。那我们来到了圣地亚哥，感受到的就是墨西哥城呢墨西哥城坐落在加州，那加州跟墨西哥也有着边界线在这边，这也是近年来这个川普不断的在讲说要在这边筑起一道城墙，把加州、把美国跟墨西哥隔起来的原因啊。台湾的海洋性气候，夏天热的湿啊，冬天冷的湿啊，中央山脉在中间啊，可以挡住吹过来的台风而已啊。但是降雨量很惊人啊。但是呢，其实到加州就不一样啊，旧金山以南的山弄秃秃的啊，冬季雨季时长一些草啊，大部分时间都黄黄的啊。加州夏天很热，但是它的热就不是湿的热，是干燥的热。所以来到加州去投，这个叫做死亡谷是其来有致的啊。早期拓荒的车队来到这个地方会有折损，从 LA 往东开不到1个钟头就进入沙漠，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加州有沙漠，沙漠寸草不生也不出人。美国就搞个空军基地在沙漠上啊，所以呢，素有盛名的飞机坟场，其实在加州。为什么叫飞机坟场？因为空气干燥到可以保存飞机，所以有些不飞的，不是公家还做好坠机不飞的飞机呢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加者你汽车拢在 California 是有原因的啊，这好难了解这里那来到圣地亚哥呢，咱得过来吃这顿海陆餐海陆餐这海陆餐呢有海也有陆地，就是有海鲜有牛肉等等所以你看，圣地亚哥在加州来讲是最南端的一个城市。由这个地方要是不塞车，到墨西哥只要30分钟；由这个地方不塞车，只要30分钟。好，各位看到没？中途岛号就在你们前面了。你看那个战机，看到没有？这些战机，这个航母也打过伊拉克战争最早小布希当总统的时候，老布什当总统的时候，就是那个伊拉克的。这个是渔港，圣地亚哥港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港口，渔港、军港、私人游艇。圣地亚哥港，来到圣地亚哥港来看看船家吗？来坐船吗？不对圣地亚哥是美国太平洋海军以及空军的基地，在圣地亚哥港湾停住了多少的战舰你有机会一睹航空母舰以及美军的战机，圣地亚哥港的大型观光渡轮潜水艇在这个港湾让你感受一下
中途岛号的航空母舰，然后呢，还有呢，圣地亚湾港口，这样看过去的感觉，这一个具有港湾城市美丽的景色啊。那圣地亚哥其实是属于比较干燥的，但是呢，圣地亚哥对大多数的人来讲，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因为它的气候还是不错的，有着美丽的天气、一望无际的海滩，还有友善的居民。虽然这个城市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小问题啦哈。我们现在上船到圣地亚哥港湾，准备赖这尊啊。圣地亚哥其实在很多美国的大城市都是这样子哈。在美国啊，其实大部分是安全的哈，但是美国因为地方很大啊，所以美国很多都是自治州嘛啊。其实在美国大部分生活都是安全的，但是在比较进步的一些城市啊，有一些就是地方，我们就可能呢就尽量别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美国有一些地方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那所以我们出外啊，去外国去特行，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罪恶的点嘛。圣地亚哥也是哈，而且圣地亚哥很多人喜欢养狗啊，但是呢，很多人说老外啊，就是很有水准啊。但是我觉得欧洲人跟美国人还是有点落差。欧洲也是一样，欧洲的北方跟南方跟中部每个国家的那个人的公开背的水准拢无啥相共啊。圣地亚哥哦，在这一方面呢，伊的这个路上的高赛的较济哦，公园内底较无遐济人哦，道路嘛较无遐好。虽然真侪人讲吼，圣地亚哥哦，这个港湾真水啊，伊只天气真好啊，但是呢，圣地亚哥的路啊无介好，唔知是不是因为伊接近墨西哥啊？这政府当时也无啥想要插伊啊。而且呢，圣地亚哥有一条街仔路，这条街仔路呢，拢是啉酒的酒吧街啊。当家呢，后年的暗时啊，我跟你讲，这个警察车啦、救护车啦，无咧停的哈。都讲本身体质可能爱啉酒嘛啉酒袂醉，所以你也在看到很多老外啊，他其实一大早套炸的啉酒啊，甚至看球赛啦，有没有他会拿个啤酒喝，对他们来讲那个叫软性饮料啊。那其实呢，你说再怎么样软性饮料，它还是带一点酒精啊。喝了之后呢，哇，有时候你看球赛有时候会闹事啊，就是有原因的。所以啊，在美国是这样啊，他们是怎么样讲法规的啊？无你跟你讲其他有的无，讲的都是讲法规啊。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人讲外国人比较怎样啊？外国人比较守法哈。外国人有时候呢环境比较好，不是因为他罚得很严格啊，非常非常的严格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圣地亚哥港湾当中，哇，你看看这个亲吻的雕像，这个地方呢是中途岛号的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呢，在1945年下水服役到1992年，整整在海上执行了47年，参与过越战、波斯湾战争。中途岛号在1992年退役之后，在2003年捐给了民间机构，就把它改建成博物馆。你看它多有价值啊！还有战略价值，然后呢，退休之后还有观光价值，多棒！那当时因为参与了战争，就有这个胜利之吻。这个胜利之吻呢，也就是1945年8月14号拍摄到的一个路人甲跟乙护士跟水手接吻照。大战消息结束之后，在这个广场上接吻，这张照片呢被杂志记者拍了下来，刊登在杂志的头版上面。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就红了这一个，哇，觉得那一张取下来的照片拍下来的照片很棒。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照片，参展的照片，有时候是动物照片，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埋伏了1-2个月才为了拍那一张照片或拍那个镜头，而有些照片呢，却是随手一拍就有惊人的画面。这样了解啊，这个很特别啊，很特别啊。那一张照片也让人家觉得，感受到爱情的甜美，爱情的滋润，对吧？我们现在来到圣地亚哥的港湾，看到的是中途岛号，看到了是非常著名的水手跟护士的亲吻照，看到了是具有强烈的美国象征的美国精神。来到美国，你会发现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感受到骄傲，对自己的
这一种国旗感到骄傲，所以在美国你可以很常看到国旗飘扬哦。对，那个电影的电影啊，对，藏在那个。巴坡亚公园。讲到大城市里面的公园呢，美东有纽约中央公园，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美国其实可看性极高的大公园很多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位于圣地亚哥的巴坡亚公园。这一个巴坡亚公园呢，美轮美奂，古色古香，还可以看得到具有西班牙历史的建筑在巴坡亚公园。西元1868年就开始建立了啊！建立的时候呢，就看到了1915年、1916年巴拿马卡拉风尼亚博览会，跟1935年跟1936年的加州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在这边举办。2次的盛大活动都留下了最具规模的建筑，这些建筑后来就成了博物馆。世界各地很多时候都是在以前举办的博览会。国际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就把那些博览会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来。其实当时办会，后来有观光价值，很棒哦。离开这个公园，我们踏上我们的旅程。我觉得在美国，虽然车程都很远，但是美国是一个非常好自驾的地方。总使你不是自己来家回家，但是当圣地亚哥对北到南那种景观，那种让你感受到美国大，就是土地的大，土地的辽阔，感觉如何？在美国，公路之旅是重点之一哦。感觉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一样的景色。沿路上看到的美国西岸的景色，沙漠的景色，沿路看到它边境的景色，看得到美国加在托拉库的路上的照，文化、生活完全拢无相共款，真赞哦！它这个州的农业像我们台湾也是一样。那你去别的国家把农产品带进来，它是不准的啊！就像你造成了民生问题了嘛，对不对？这都是一连串的问题啊！我们前面马上就看到那边有建筑物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就要进入内华达州了啊！内华达州在1930年立法通过赌是合法的行业。1930年啊，各位很远了啊！如果你看过国内拍的一个连续剧，叫做《上海滩》啊，那时候以前的上海是有赌场的，对不对？美华、美丽华啊等等啊，这都是有赌场的啊。那我们马上呢看到的建筑物。那个就是雕丢啊，就是赌场啊。华人来这边帮忙盖活佛大坝。那早期怎么赌博呢？因为盖大坝需要很多的工人呢，那地上全部都是石头啊。最早的赌博的雏形就是我们几个人在一起，抓在手上，哎，猜猜看，哇塞，有多少个？打开来一看，哇！11个，我赢喽，对不对？那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叫做盖活佛大坝，那州长也来看，最后总统也来看，对不对？那公投就说：“哎，今天不要赌了，不要赌了，州长来了，州长来了啊！”那隔一天又说：“哇，这个议长来了，议长来了，参议院的议长来了，然后总统来了，总统不要赌，不要赌啊！”那有的人呢，就好，我去放几个水鸟，开进来，开进来，开进来啊！我被开死喽，开死喽！
那的话不知道是什么玩意，一看哦，围堵就叫凯西诺，那就叫凯西诺，这样知道吧？啊，你们听我是讲是笑话，好像有点来历啊。左边是山，整个凹的地方几乎都已经开发建筑了，看到没有？你说这是沙漠？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哦，人家都要把它搞成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哦，而且你注意看，现在不断的还在建设。走，那这边你们可以看到有这些雕塑，山羊啊、响尾蛇啦、野马啦，等等，那都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山上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啊。你不要看那个马很多的，你看这边不断的在建设，看到没有？哦，不断的在建设，就是这家酒店非常的大，非常大，看到没有？然后这家酒店过来看这个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埃及的金字塔。然后你看到没有？那个顶上有个白白的，晚上还会冒光嘛。金字塔，法老王醒来了在引导大家来了，看到没有？然后再过来，你们可以看到，这叫做纽约，看到没有？这纽约还有那个世界魔术大王，叫做大卫，有没有？大卫就是绿色的那个，叫做MGM MGM 米高梅大酒店，就是很有名的那个电影公司米高梅的那CD李用呢？他目前住在这个地方，在这边驻唱CD李用身价非常高2年300场。这个地方来，我现在给你们一一介绍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第一个赌场叫做 South Point，South 就是南边的一个点。那为什么这个赌场盖在这里？会离拉斯维加斯前面赌场有一段距离呢。大家在电视上一定都看过 Discovery Channel， 美国很多的牛仔表演拴小牛，有没有？拿那个缰绳套到那个，然后把它系起来，有没有？那个是美国的传统，西部的传统。每一年在拉斯维加斯都有一个拴小牛的表演比赛。在德州，很多的人都很内行有比赛的那个赌场那一般我们像各位来这边旅游观光的啦，那我们都是住这边的赌场这边的赌场，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得到，拉斯维加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非常特殊。第一，面积很小。那也有现代化的机场，你不要小看了这个地方拉斯维加斯的机场是美国所有度假休闲旅游最繁忙的机场，一年进出的人口。对很多人来讲，其实他不了解其实美国有很大部分尤其像拉斯维加斯在内华达州，它就是一个山脉底下的什么沙漠地后。拉斯维加斯为了把这个沙漠开采成金，怎么办呢？就在这搞了个赌场全世界有名的赌场，五光十色，纸醉金迷。来到这，霓虹的闪烁，热情，就算你不赌博，那种感觉也是棒的如果你是讨给，你是老板，请问你盖酒店要怎么盖？他把前面你看空的这么大一块地不盖做音乐喷泉他前面不盖酒店做成一个景观音乐喷泉各位，你们的倒丘比，那这是法国的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看到？所以把它拍照拍起来，然后照相给它照起来，发给你朋友。这次我不但去了美国，还去了法国的巴黎，你看多牛埃菲尔铁塔，你看看
这个不但是这样子啊，各位，这个老板多么重视，这等于他的活广告。他请了4个蛙人，退休的蛙人，白天的时候潜在底下，因为有空的塑料瓶啊，有塑胶袋啊，有坏的灯泡啊，有电脑不灵光的啊，他全部都要每天早上维修。讲起了行销策略，我觉得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绝对在美国堪称一绝。为什么？因为他把世界各地的，尤其是欧洲的很多的建筑、文化、景色、巴黎铁塔等等，全搬来了这个地方。凯旋门啦、威尼斯啦，最具欧洲特色，全部把它缩小模型摆在这个地方。这里要有多高档的饭店，就有多高档的饭店。这里要有多多 outlet 就有多多 outlet， 这里你可以看各式各样的秀，他做了那么多的饭店，什么样子的选择都有，逛街大道、精品名牌、直升机 ，OK， 只要你有钱，在这儿几乎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那他为何要把这个小小的地方搞成这个样子？很简单，刮掉嘛。如果你不赌博，对不对？他设定这些做什么？他就是搞了一个赌博业在这边那谁不知道赌不好啊？谁不知道赌不好？全世界人都知道赌博不好，对不对？10赌9输啊。但是呢，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控制得了人们不赌博吗？就像这个世界上不会没有坏人一样嘛，对吧？那现在我们在这边看到呢，这个是免费的水舞啊。这个水舞呢非常吸引人吸引了很多人呢，打刚来家排队的看，时间搞来家看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免费的水舞。那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为什么前面讲到的，它是很好的行销，在赌场，他们很多做的行销呢，都是属于免费的，在一个老外的世界，在欧美人士的眼光里面，使用者是付费的，那我要喝康免费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免费的呢？重点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可以吸引你来看这一场秀，进而知道这是哪一家赌场。前面只要你走过来，我就有机会对你做行销，我就有机会让你进来消费。这就是最不一样的美国。讲到这行李那我们现在走到了那个威尼斯人饭店，美国的赌王在全球市值最大的博彩集团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金沙集团的董事长呢，他不惜炸掉原来的赌场重建，把威尼斯就搬进了这个沙漠，让这一个老板阿德尔森看见亚洲人爱赌的天性所以决定投入2.65亿美元呢，将他的这一个威尼斯人饭店再移植原封不动的移植到了澳门。这就是为什么是老外的心态老外的心态跟亚洲人的心态，你知道它差别在哪差别在哪？很简单，老外觉得我控制不了犯罪我控制不了犯罪，那我怎么办？有一些事情呢，我就呢帮你帮你规范好，我帮你管理好那像赌博，我控制不了人们去赌博，那我还不如干脆呢盖赌场来管理你。你在我的法规里面做事情，反而我政府收得的很大的收益，也不会制造混乱的纷争，让人民有一定的宣泄的出口。这就是老外的心态，跟亚洲人很不一样。而亚洲人喜欢怎么做呢？亚洲人是呢，你知道越近他越兴盛他也打死不会帮你开放所以呢，当阿啾你看会开放赌场的，就像什么马来西亚有没有？他给你在云顶搞了一个，新加坡那规范的多严格他规范这个赌场呢，外国人赌博不用缴税本国人赌博呢爱交出这费用交税金了解不所以呢，新加坡人他就是可以说是在亚洲城市里面当中用最严格的法，有时候很多人会说几乎不尽人道
来管理他搞了什么？他搞了美国的这种严格的法律来去管理它。那美国人也是一样啊，你不要看美国很自由啊，美国很讲法，他所有的自由都建立在法治底下啊，法治底下。当然呢，也造就了美国人的天性啊，所以啊，美国律师很多啊，当不当哈？律师呢，招揽生意，当不当的叫你过啊，我来帮你过啊，你花我这钱啊。所以美国的法也是过于自由，我被乱过啊，加贼啊。所以就像你知道在美国啊，那个保护消费者，你买的东西啊，你不满意，一定要给人家退货啊。那其实你知道，你就控制不了有一些人，他常常买的东西用的，其实呢，伊知影会使退回制度了，伊个三等伊退，佮甲你退钱。啊，其实有可能买这个工具啊，伊出来得落空落落的，落两三工了，伊马上甲你讲这无好用，我无爱用，我要退掉啊。你讲免啊，世界上有这种人，你嘛无法度啊。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呢，把只要卡到人，你不可能把它很好。那相对之下呢，你把很多东西尽可能用规范的把它控制在一起啊，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就好了。我们现在来到内华达州，我们来到拉斯维加斯，我们就在拉斯维加斯里面呢逛逛它的所有特色。你看这里像不像威尼斯？像啊，去过威尼斯马可波罗那个什么威尼斯广场就知道了，对不对啊？这里还有一个火山爆发的表演啊，马西边鬼啊，你来到加这边啊，那种五光十色，全部都五光十色，你得在他们家呢看的加这美丽的城市夜景，是城市夜景啊，在这里城市夜景是它最大的特色之一。那早上干嘛？早上就往大峡谷走啦，或者是什么 shopping 哦。
斯的旧城区。它的旧城区呢，哇，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它的旧城区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哦。拉斯维加斯的旧城区最早被开发的地区，有着24小时的天幕秀。它为什么要做这个天幕秀呢？最主要是因为啊，当时旧城区已经被新城区盖过了，它为了呢让这个旧城区呢还能够起死回生呢，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就把它重新呢在旧瓶新酒装了一下。现在这旧城区反而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值得来看一看，体验赌城大道不一样的风情哦。在天幕的这一段热闹街道，两旁满是餐厅、赌场、酒吧，还有纪念品店，许多的街头艺人，感觉这个 downtown 的表演尺度比这个很多的性质还要大很特别的，然后有一点点限制级的也有啊，所以来到这儿，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在这边很多的小舞台、小型的歌唱表演，身材火辣的舞者正在高处热舞，哇哦，欢乐的气氛，好多路客的游客都自发性的就加入其中，手足舞蹈的开始跳起来，开始跳起来，这也是最特别的地方，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啊。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啊，天幕秀准备开始，哎呦，你看这辣妹，哇呀，看了口水直流，所有人准备停下来，抬头看看天幕秀吧。够清楚吧？内华达州，我们现在在内华达州，是美国气候最干燥的一州，它被誉为世界代表性建筑物之一的东西，在内华达州，那就是胡佛水坝，它造就出沙漠上的人造奇迹，就是我们刚刚去看到的赌城的拉斯维加斯。
在这里呢，你可以去体会一下美国公路上的风情。一路上呢，美国公路上的风情呢，哇，你看看呢，车行在过程当中看到的都是内华达州很特殊、很特别的山景，很特别的一些景色。唯一的一条路。那美国人呢？当然，高速路就是要截弯曲直嘛，这样子才会节省时间嘛。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山开始，你看那个墙壁上面都是那个钻头钻的那个印子，有没有看到？这边很少下雨，裸露的非常清楚，看到没有？都没有任何的修饰修复。你看钻头钻了以后，摆 DNA 的炸药，结果一炸，没想到非常的坚硬。没有炸开很多，那个石头飞出去把人打走掉了。开这条路走掉了3个人啊！来，各位，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叫一线天，这底下是个峡谷啊，我们叫做 Virgin River Canyon Gouge 什么 ？Gouge 就是垂直的峡谷啊。那这边这个路呢是垫出来的，你看看这条路啊，最好都是白天走，因为这个地方晚上没有灯，晚上走这里真的也很危险。而且晚上也没有什么人在走啊，除了拖拉骨啊，所以你看，这边太阳很大，我们又是迎着朝阳，那对 driver 来讲，这个前面没有阻挡物，都很刺眼。你看着我们左手边都是拖拉骨，看到没有？那都是什么呀？送货的。沙漠州所有的吃的、穿的、用的，全部送货。然后你们看左手边有一个小溪，这条叫处女河啊。你们等等，车子弯过来，看到右边也可以看到溪，这边底下都是溪。那以前印第安人就在山头上卡位站在那里，或趴在的岩石。大篷车不知道，那大篷车因为当初路没有那么好嘛，是不是要走？那路不平，那个是木头轮子，速度很慢，所以印第安人马上就冲下来了，啊。两面夹攻，他们就塞油拿拉了。然后右手边你看这个河这叫处女河，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处女河峡谷地，这样啊。那你看这边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险峻。那我们等等呢，这条路呢，大约走25分钟左右，等等我们就要进入了所谓的犹他州，我们要停车休息。那这段路早上走，像我们8点钟。到这边你看看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换过来了？各位看看，是不是10点多了？看看，不丢哦，看看你的手机，那你的手表，对，你的这个是没办法认为的，哈哈，手机是走卫星的啊，看看是不是你们的手机啊？我刚才看我的手机啊，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那这边的环境，你看看，什么都不长啊！这边围土以前就是有沙漠的山羊，所以为什么我们明天那个要去这个所谓的上羚羊，那都是印第安的保留区啊。